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MetaBench 大模型临床推理能力评测。上海交大联合多家机构发布了该评测基准，其核心目标是测试大模型在真实疑难杂症上的推理表现。评测数据来自近期的真实临床病例报告，论文题为《量化大模型在临床病例上的推理能力》。该评测不仅关注诊断结论，还考察推理过程的医学逻辑，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、新华医院等共同协作完成。该基准将用来评测多款顶尖大模型的临床推理能力。这些模型包括闭源和开源等不同类别。传统 AI 评测只依赖选择题考试，脱离临床，标准答案无法体现复杂逻辑和推理过程。医疗容错成本极高，一步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。患者医生需要知道模型是如何推导出结论的，仅仅给出最终结果无法确认思考是否可靠，因此需要一套全新基准聚焦推理质量评估。该基准必须模拟患者从出诊到治疗的全流程，涵盖检查推荐、诊断决策与治疗计划三大环节。该基准专注考核 AI 思考过程与决策透明度。其核心框架包含3个关键组成部分。第一，真实来源基于 PubMed 病例报告，这些病例均在2024年7月后发布防泄露。第二，专业重构提取核心症状、既往史等要素，最终构建出结构化完整病例以供评测。第三，双重考核，既检查诊断结果是否正确，更要衡量推理过程是否符合医学逻辑。病例库规模庞大，包含1453个真实病例，覆盖13个大身体系统和10个疾病专科，其中诊断类病例957个，治疗类496个，罕见病病例多达656例，占比极高。这个基准专门挑战大模型的疑难杂症处理能力，普通临床医生也未必见过这么多罕见病，因此它对 AI 的知识广度要求非常苛刻，也为后续3阶段评测提供了丰富素材。MetaBench 的3阶段框架模拟患者就医全生命周期。第一是检查推荐， AI 要决定开什么化验单。第二是诊断决策，综合病史和检查结果。第三是治疗计划，制定系统用药和手术方案。该框架覆盖从出诊到治疗全流程，3阶段按临床顺序串联，考验连贯性。每个阶段对模型推理有不同要求，评测设计让结果更贴近真实医生工作。检查推荐阶段专门考核 AI 的信息收集策略，它通过2种交互模式来模拟真实问诊。第一种，一轮交互要求 AI 仅凭初始症状开检查。第二种，自由交互，允许 AI 多次追问患者智能体，每次追问都能得到对应的检查结果反馈。这考察 AI 是否知道何时收集关键信息，以及能否根据反馈动态调整检查计划。这种设计更贴合临床医生的真实诊疗思路。诊断决策阶段主要考验大模型的断案能力。盲人摸象模式中 ，AI 仅靠有限检查结果做出判断。顺藤摸瓜模式里 ，AI 依靠多次交互线索诊断。上帝视角模式则直接提供所有真实检查结果。3种模式模拟不同信息完整度下的临床场景。这种设计考察 AI 诊断能力，同时测试推理上限。倒漏斗图展示了从分散数据到最终诊断的推导，逐步还原信息，才能判断 AI 是否真正理解疾病。治疗计划阶段是医疗 AI 面临的最严峻挑战。AI 此时拥有全景输入，包括病史、全套检查与确诊结果。治疗决策涵盖手术指征、疾病确诊、监测策略、药物选择及社会背景。疾病确诊作为核心节点，必须与其他维度协同考虑。治疗不是单选题，错一步即可能导致全盘方案失效。这比诊断环节更复杂，涉及长期安全性与可行性判断，还需要考虑患者社会背景等现实因素对治疗的影响。治疗环节最能反映 AI 是否具备负责任的临床决策能力。本次评测共7款顶尖大模型同台竞技，模型分闭源巨头、开源之光与医疗特长生3类。闭源巨头是 OpenAI O3 与 Gemini， 开源有 DeepSeek R1 与阿里 QWQ。医疗特长生包括百川、诊断 GPT、谷歌医疗。模型参数从140亿到600-710亿不等。这些模型覆盖通用与医疗专用2大路线。这场对决旨在评估临床推理能力的差异。推理评估器先将模型回答拆解成独立步骤，随后剔除重复无关废话，提取主要核心分析。第3步，联网生成搜索词比对权威的数据库，
最后一步与真实医生的病例讨论进行匹配。这套流程使大规模医疗推理评测变为可能，系统完全替代人工，并且保证评判标准统一。不过，评测结果依赖联网数据库及时准确程度，这是所有自动化评估系统的公共边界条件。MedRBench 引入3个核心维度，给 AI 推理过程打分。高效性评估每一步推理是否提供了新见解，它拒绝车轱辘话和无效废话，要求思维精简，事实性判断推理依据是否违背现代医学常识，绝不允许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完整性考察是否漏掉关键的鉴别诊断步骤。三者共同构成对 AI 临床思维的全面量化标准。这套打分体系让思考过程评估变得可操作且严谨。在检查推荐环节中，所有大模型都表现不佳，7款模型的召回率全部未能超过50白氏，这说明 AI 常不知道给病人开哪些必要检查。DeepSeek R1 以 43.61% 召回率领先，它能最准确地找出应该做的检查项目，而 Bytron M1 的精准度达到 41.78%， 它最擅长避免开出多余的检查。目前 AI 在开检查单上仍有明显短板，获得全部检查结果后 ，AI 诊断准确率大幅提升。Oracle 模式下，顶级模型诊断率超过 85%， 深度求索 R1 准确率 89.76%， 最高折线显示准确率随信息可用性稳定攀升，从一轮交互到自由交互再到全量模式递增。这说明 AI 在信息齐全时诊断能力出色，但前提是人类先完成检查推荐的步骤。因此 AI 适合作为辅助诊断角色，而非主治。自由交互中，大模型医生能反复提问收集信息，但通用大模型易重复查询相同检查，陷入僵局。这种死循环下，检查召回率并未提升。例如，一些通用大模型都存在这一现象。多轮对话中，长思考链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，模型在思考过程中自我纠错并修正路径，这反而提升诊断准确率及推理扩展效应。无限提问权并非万能，需警惕死循环陷阱。在 MedRBench 3阶段评测中，治疗计划环节成为 AI 的最大短板。所有大模型的治疗准确率仅徘徊在 30% 左右。例如 Bytron M1 达到 30.65%， DeepSeek R1 为 30.51%。相比之下，诊断环节准确率已超过 85%， 差距悬殊。治疗方案的严苛在于错一步即全盘皆输。拥有5年经验的人类主治医生准确率为 36.67%， 这凸显了治疗决策的复杂性和多学科协作的必要性。AI 目前还无法独立胜任治疗制定任务。事实性维度主要考察 AI 是否胡编乱造。整体来看， AI 的事实性表现相当优异，所有有效推理步骤中近90%符合医学常识。Gemini 2.0 FT 事实性表现突出， Oracle 模式下其事实性高达 98%。 Diagnose GPT 也展现出专业优势，即便信息不足，它仍保持 89% 的事实性。这说明当前 AI 在医学推理中很少幻觉。深度透视显示，完整性不足是当前大模型最大软肋。模型结论基本正确，但经常遗漏关键推理步骤。模型完整性得分普遍在 70% 到 70% 到 80% 之间，每10步推理就可能漏掉2到3步必要分析。在复杂治疗计划环节，遗漏后果尤其严重，漏掉过敏史或合并症监测，治疗会失效。这样的遗漏对患者可能构成直接的临床危险，因此临床应用时必须对模型输出进行人工复核。在效率对决中， DeepSeek KRE 堪称精简之王，它的效率得分超过 95%， 思考路径几乎没有废话，以最少冗余直达核心，每一步都提供新见解。Q1、QWQ 则走话痨路线，效率仅约 70%， 它倾向于长篇大论，降低了效率，但提升了完整性。这种完整性补偿在复杂任务中反而成为优势。字数多少并非关键，推理针对性与准确性更重要。两个模型展示了不同策略下的权衡与边界。评测库特意加入了656例罕见病病例，这些病例远超普通医生的临床经历和经验。罕见病诊断表现与常见病几乎完全持平，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并非偶然发生。大模型在预训练阶段吸收了海量医学文献，因此知识覆盖比普通医生更为广阔。目前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尽早开出特殊检查单。
这意味着 AI 在罕见病诊断上同样非常可靠。AI 大模型的知识覆盖广博，能穿透各个专科壁垒，拿到全套检查结果后，其诊断率已超越单个医生。但人类在复杂医患沟通中拥有不可替代优势，能系统统筹治疗环节，兼顾患者意愿与现实条件。这些软技能正是 AI 当前无法效仿的关键所在。因此 ，AI 在临床中只能充当最强辅助大脑，临床主导权必须由人类医生牢牢掌握。这一对比为未来人机协作划定了清晰边界。当前，开源大模型正在医疗 AI 领域快速崛起 ，DeepSeek、K、REI 等开源模型表现亮眼，他们在多项任务上追平甚至反超顶级闭源霸主。折线图显示，开源性能曲线正与闭源霸主汇合，这标志着医疗 AI 平权化曙光已经出现。开源模型支持医院进行安全本地化私有部署，从而彻底解决患者隐私泄露和数据出境风险。优质医疗资源将通过开源 AI 变得触手可及。MedArBench 评测给出了3个核心洞察与未来方向。首先，在诊断环节给足信息后 ，AI 的准确率已超过 85%， 但自主开检查与开处方仍是短板，准确率仅约 30%。这意味大模型目前无法独立行医，人类应掌握最终决策权。第二个洞察是防止漏诊 ，AI 适时性高但完整性偏低，临床应用必须人工复核，以避免遗漏关键的治疗考量。第三个洞察是开源模型表现亮眼，例如 DeepSeek R1，它们支持本地私有化部署，可有效降低数据隐私风险。未来应结合 AI 的广博知识与人类的系统统筹能力，